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啊。我们再次又来到了一个神秘的会议室啊。昨天三星的这个发布会开完了之后，没想到关于 S8 系列的这个平板呢，还有一些小伙伴呢是比较关注的。它跟手机产品序列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中杯、大杯、超大杯，但是这个 Ultra 的平板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多大啊。我觉得它不能叫超大杯了，可以把巨杯这两个字打在公屏上。14.6寸的不关真铁小白测评，马上开始。OK， 我们还是从小到大啊。首先就是这个最小号的 S8， 我个人觉得它的手感呢，各方面呢都是体验比较好的啊。重量方面呢，S8 和 S8 Plus 呢都是500多克，这个不同的版本呢会有一些许的小差别啊，大家注意看一下。厚度方面我们也给大家打出来啊，这个全系做的都非常的薄，这个笔呢是通用的啊，就是可以吸附在后面，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吸附在旁边，后面的这个是可以进行充电的，然后全系也都是骁龙8的处理器。我手里这是一个银色的版本啊，下面有一个小小的 AKG 的一个标识，然后扬声器的开孔两侧全部都有，侧边的这里的一个指纹识别，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屏占比的这个表现啊，还不错。其实从工业技术上来讲，现在是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窄的，但是如果你拿在手里，你这个手挡住屏幕的这个位置就比较多。大杯啊，它的 S8 Plus 总感觉像在说三星的手机啊，然后这个是它原厂的一个键盘啊，这几种键盘我们这里都有，然后我陆续跟大家展示。其实就比较传统了，它是一个那种仿布的那种材质了啊，就是很多家也都有类似的这个材质。这个大杯到了12.4寸啊，这5点几毫米，你就会觉得它已经非常非常薄了。装包里如果不带一壳的话，我特别怕把它压折了或者压弯了。我之前那 iPad Pro 我就压弯了过一点点，但是我这么一掰又给掰回来了。它也有这种桌面的模式，我们连上键盘之后，它就会自动把你切换到这种模式。它底下是有3个磁吸的这个触点，然后还有2个卡槽，起到一个固定的这个作用。中间呢，这里设置了一个圆轴，我刚拿到的时候以为是这里可以插笔的啊，就跟那个荣耀的那个似的，但是其实是没有的。这个键盘的质感比较一般，但是我感觉它并便宜不了啊。电池方面呢，它也要比这个 S8 呢要大一些，到了1万啊，10090，然后那个最小号的是8000毫安时的电池，这个500几克，这个是560-70克啊，不同的版本的会有不同的重量。这个大杯呢，就是我个人接受平板的一个最大上限了吧，这个12.4英寸，然后屏幕的边框呢跟这 S8 呢是一样的，但是呢它这里侧边啊就没有指纹识别了啊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Ultra 的一个普通的保护壳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多大，太恐怖了啊。Ultra 的一个专门的一个键盘是跟 Surface 那个造型是比较像的，你看它合上之后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笔记本电脑的这个样子。它的重量呢也达到了700多克啊，但是呢如果你把它拆下来啊，把后盖也拿下来，单独看这个电脑的话，你会觉得好像还可以啊，因为它在视觉上太大了，但它只有5.5毫米，所以你拿在手里本能会感觉好像还可以啊，其实还挺重的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14.6寸给做成了5.5毫米，这对我心理上的压力就更大了，我更怕把它给搞弯了、搞坏了。那2个平板呢，有点那种手持的感觉，所以它边框并没有给你做的特别的窄，但是这个它就压的已经非常的窄了。所以我刚才说，其实在工业能力上呢，现在是可以做的非常的窄的。但是啊，就强迫症来了啊，它这里有个小刘海，还不是那种把一个刘海完完全全凸出来，就是这种似出非出的感觉，那么一小点儿，所以就特别难受。我个人觉得，我宁愿接受把这个边框给我稍微做宽一点，也把这个东西给我去掉啊。同意的请扣1，不同意的请扣2。这个类似于笔记本的这个键盘呢，也是这种分体式的设计啊，它这个磁吸的效果非常舒服啊，这个产品的定位我就有点纳闷，你说它是追求便携呢，还是追求性能呢？是吧？你这性能8帧万，然后追求便携的话这么大个这个场景上我有点迷。桌面模式上面下边这个小图标真的感觉挺像一个电脑的这个分屏啊，或者说一些多任务这个处理啊，这个屏幕确实够大，用着也够爽。你看现在我开了这么多的这个窗口啊，你可以随意的拖动，
不可否认，这个屏幕到了这么大之后，你多任务的处理能力确实是变强了啊。当然啊，基于处理器，我还是建议你轻度应用啊。平板这类的产品呢，还是那句话，勿创造需求，要按需购入。你不用想着啊，你买了平板之后，你就会养成习惯，没那个啊，一定是你先有了一个习惯啊，比如说记笔记，或者说用这个平板类的东西剪视频，然后再去买相应的产品，提升你的工作效率啊。记住这句话啊，这是多少人的血的教训啊，包括我自己啊 ，N 台平板血的教训。这个笔呢有一个细节提醒大家注意，就是 Ultra 跟 Plus 呢它是2.8毫秒啊，也就是昨天发布的那个 S22 Ultra 上那个延迟啊，真的非常非常的低，非常爽啊。这个笔在这么大的一个屏幕上写，在手机上我觉得还有点局促啊，但是这么大啊，你可以随意把它拉得很大，画画啊，或者说写东西，真的是非常爽。我觉得，哎，对。这个平板如果要是绘画的工作者的话，确实会很爽，因为它延迟真的太低了，这个目前是最低的，明显要比 iPad 的那个要好啊。Plus 上面呢也是2.8毫秒，但是最小号的 S8 上面呢它就只有6.2毫秒啊，这个提醒大家注意。这 Ultra 的电池呢也达到了11200毫安时啊。还有一个细节啊，就是这次它的这个 Type-C 接口全系都是3.2的，把它全部合体之后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厚度啊，这重量就不用说了，这个肯定2斤了。他们先行者的价格也都挺贵的啊，这个是12300，然后那 Plus 也是7、8千的那个样子。当然先行者一般都会贵一些啊，普遍应该会退个1000多块钱的样子。当然这个14.6寸的 Ultra 具备肯定也会过万的这个价格了。我个人呢还是比较喜欢最小号的那个 S8， 我觉得11寸啊，对于我个人来说呢，便携是比较重要的，因为我觉得平板嘛，这个出去用的场景比较多。在家的话，我肯定都用笔记本或者说用电视看视频了。S8 Plus 呢，相对来说就是一个上限。但是那个 Ultra 我不太明白它的定位，但是它确实挺大挺爽的。其实关于买平板呢，之前我们说过很多次了，两个关键点，第一个是处理器，第二个是屏幕，它是决定了你使用这个平板体验上限和下限的一个东西。现在这个扬声器啊，什么 ID 设计啊，大家做的都不差了。即便是一个塑料的啊，其实你长期带壳带套，你也感受不太出来它的质感。这是我们身边小伙伴的这个反馈。当然，它这全系都是全金属的啊，也比较贵了嘛。这个最便宜的一个是5499的先行者价格，我估计也得4000多块钱。再强调一遍，勿创造需求，要按需购入啊。你有需求了再说。OK，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的帮助，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更多内容精彩，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不完真体验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